那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地笼芥末烧肉。地笼哈，地笼这个名字我们应该是法语对吗？对，它是一个地种，对，它是一个地名哈。这个是芥末酱。那我以前吃过这个地笼酱啊，也有去过法国看他们做这个新鲜的这个地笼酱，还有2种。像今天我们主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比较是泥状的。那法国那边呢，它有那个芥末籽直接做的，就是直接生腌的，所以其实今天的口味也会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可能味道还会比较浓烈，会带一点酸，带点酸。对，酸味是来源于除了迪仲它本身的一个酸的味道，还有我们或许面会再加一点柠檬汁，去做一个提升的一个香气跟一个口味上的层次。所以我们西餐真的就是听说有一种循序渐进的口味哦。那从咸来入口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甜味，然后再有苦味、酸味。对，这是就是我们法式的一个层次，西餐的一个层次。对，那我们很期待主厨现在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套迪笼芥末烧肉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的话，我们先切我们的蔬菜。那我们羊菇，我们都少不了羊菇。我们今天切大块。因为烧肉要大块一点的香菇，不然到时候这个羊菇烧一烧就不见了。对。好，我们红萝卜。对。那我们红萝卜它要久煮，所以我们在家里烹调的话，怕耗费太多时间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切小块一点，或是切片都没有关系。就是只要有红萝卜的味道在里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红萝卜顺便带点颜色。对。那我们这个红萝卜先切好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观众朋友，我们先用水煮，把它稍微煮一下。等下在烧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比较可以一起同步的完成。所以我们这个还要先稍微用水煮一下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熟度。对，好。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赋予还有后面有个柠檬的香跟它的酸，那我们先把它对半就好。那我们猪肉烧肉，我们这个猪肉本身，我们挑选什么样的肉比较适合今天的烧肉？我今天是选用里脊。对，那它里脊排的话，它就是整块，它有带油带筋，但口感上会比较不柴这样子。对，会比较。那我们都切块。也是1口大小。对。我们这也要腌制吗？需要腌制的。那我们一样，也是盐、胡椒。这真的西餐就是离不开胡椒跟盐哈。对。几乎所有的不管是猪肉还是鱼类料理，我们都用胡椒跟盐就可以做比较简单的腌制。对。然后我们这时候抓一点面粉。这次的话，我们面粉就用抓的。用抓的。对。所以我可以直接下到肉里面。对。沾粉的话，它可能太多了，就还揉一揉会比较快。对。那我们一样均匀的抓上去。好。这大概要放置一下是吗？对，让它稍微吸一下那个咸度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煎这个猪肉。对。也是一样，在西餐里面什么都要小火煎，这个猪肉也是吗？对，那我们因为就是强调大火的话，有时候会造成一个反效果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烹调上，它可能很容易就烧焦了。对，烧焦的时候会造成你的菜肴会有苦味，或是颜色上都会变得不是你要的。对，
那我今天煎肉不是用，不粘锅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是稍微油温要热，热够了。对，热够了，然后让它稍微煎定型了，我们再来去翻动它。也是要让它有一面上色以后才去动它，对吗？对。那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稍微夹起来看一下。这个红萝卜我们会先煮的话，真的就是我们要缩短它的时间。先煮一下红萝卜。对。稍微煎上色，我们先夹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一口大小，又不要卡牙缝，然后又要软嫩。这很像我准备要开始卤肉的感觉，这就是不一样的料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同一锅一样，好。西餐里面的常见的主角之一。对。我这道菜里面不用羊菇也行吗？就是用不同的菇。也是可以，对，也是可以。那包含像因为我是有使用红萝卜，你要用马铃薯也可以。马铃薯。对，马铃薯可以。那马铃薯的话，我会就是直接跟肉一起煮，因为它可以可是马铃薯不是也会很容易松掉吗？所以我们不用先烫过，对，我们就直接跟它一起煮，就一起炖，对，一起炖，嘿。所以那就叫做马铃薯炖猪肉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可以慢慢的煎它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来给它分区煎炒。洋葱块下来。在这边呢，我们的洋葱就不需要是小碎块了哈，就是因为我要炖煮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就会烂了。对。那就是涛哥跟各位观众讲说，其实这个你如果还没有黑掉没有关系，我等一下会用这个焦香，对，让它的层次又不一样，对。所以我们留着那个像锅巴效果的酱汁底，对。但是不能再黑下去喽，再黑下去这个就会有苦味。所以我现在火都要一直控得很小。对。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，应该是它是另一个风味的来源，对吗？对。那我们像有时候熬酱汁，我们在炒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就是会留下这个底，这个焦香的底。对。这油脂结在那里，都是一些精华呀。对。然后那一样，我们稍微炒香蒜头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会稍微做一个动作，我会再放一点奶油，加一点香气。对。那奶油真的就是所有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要提升香气的时候，也可以再顺势添加就对了。对。所以奶油我们在西餐会摆在旁边做一个备用。如果你觉得有需要，你就让它下去。或者说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再添香。我们离锅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慢慢的拌进去。它既会浓稠，又会有一个奶香味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红萝卜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来。这个时候进来。对。这时候已经很软了，所以我们待会煮的时间就不会拖长。对。那红萝卜这时候下来呢，就是让它吸锅里面的味道、香气。然后稍微拌炒之后，那这时候我们的主角的这个酱，底酱，对，这个底酱就来了。这芥末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底，只是说它真的非常的欧风。对，
就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要适应一下，对，因为芥末酱本来就是欧洲人在吃的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进入台湾以后，我们还是要微调一下，才有台湾人喜欢的味道。所以你们应该都有在调整一下你们这个口感跟配方吧？对，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后面会下糖，对，去融合一下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稍微拌炒，让热气把那个迪仲的香气把它煮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肉这时候就可以下去。好，一样稍微拌炒。就是要均匀的沾上那个迪仲的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时候稍微拌炒，那好，我又下一点白酒。好，这样稍微我们白酒呛下去之后，拌炒之后，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水。我需要蒸稠吗？不用了，就不用，这一道就直接炖。对，我们就直接煮。那这道菜的话，我们要再稍微让它，这时候火力就会稍微大一点，对。大家还要再给它烹调一段时间。对。好。那这烧肉如果我们因为切小块的话，那我们一样是煮这个浓缩一下这个酱汁。那我们大概也是15分钟。15分钟。对。我们要先让它滚之后，那在家里的话，我们就是转中小火，然后慢慢让它煮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它在这个，我们要在这里一直不断搅拌它吗？还是就让它炖煮一下？就可以让它炖煮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对，这个就比较不怕它会粘锅底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刚刚底部有一个焦香的那个，那这时候在它煮滚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用跟水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搬开，把它刮起来这样子。主厨有加了这个月桂叶，对，它大概什么时候加是最适合的？我们刚刚有说炖煮15分钟嘛，那我们在它滚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计时，那你达到5分钟之后再把它下去，我们也是要熬出它一个香气就好了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快完成了，对，我们再稍微完成之前稍微开大火给它煮滚煮开，说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关火。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装盘。那我们在烹调的话，里面其实因为我今天设定的是羊菇跟红萝卜，对。那刚刚有讲到马铃薯也可以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搭点配菜的话，你觉得建议我们观众朋友可以？如果他就喜欢吃马铃薯，他不要红萝卜，那我们要好看一点，我们可以加点什么？就像刚主持人说的，我们在后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绿色的配菜，烫过、炒过之后再围在旁边。哦，对，这样也是很适合宴客。那我们刚刚说要赋予它一点酸酸的，所以它是最后才要提一点这个味道。对，最后挤在上面。那我们一样，最后我们给它做一点装饰。哇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对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看我们猪肉的料理，在西餐中很少见的一个猪肉的烧肉，迪荣芥末烧肉。迪荣芥末烧肉。对。这是介绍给各位观众朋友，谢谢谢主厨带来这一道比较少见的西式的猪肉烧肉料理。